军来电话，由于来袭敌机伴有新型机护航，所有空军飞机已经升空，往成都方向疏散。毛司令官，请参谋长谅解。 通知各单位，准备打硬仗，不要再指望有空中防御了。重庆今天的上空没有空军。开饭了，开饭了！不几月啊，不劳者不得食呀，这顿饭呐又浪费了。要是空军再这么掏情报的话，以后咱就别上街了，老百姓肯定指着你脊梁骨把你骂死了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自古到今就是这规矩。瞅咱们，别人来了，逃之夭夭，避之远遁，哼，丢人！哎，肖广东啊，回头上医务兵那儿，让兄弟们拿点10滴水、万金油啥的。成都那边现在天还挺热的，让大家带着点，别中暑。知道啦。怎么吃啊？没胃口。我知道。
总之，经过2次出击重庆，有零式战机的护航，我轰炸空勤人员有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，士气高涨，轰炸的精度大大提高。司令官，作为零战队的带队长机，我认为2次出击，虽然我们没有实现与支那空军决战的意图，但是我们零战队对新式飞机的性能和可靠程度有了新的认识，尤其是2次1500公里的往返飞行，使我们体会了长途飞行的要领，对燃油的损耗和控制也有了新的认识。这些都为零式战机未来的空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如果今后都能这样，当然很好。不战而屈人之兵，这是最高境界。零式飞机应该有这个震慑的作用。不战会让支那人在心里仍然保持有一支完整的空军，这只会对支那人有利。轰炸重庆打的就是心理战，因此我们必须要有一战，彻底剥夺支那空军的存在，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实际上，我们都必须做到。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些引诱手段，诱使支那空军与我决战？报告，将军阁下，卸任的意大利大使住在临江饭店，已经约好晚上6点，大使在阅江楼等您。哟西，知道了。哼。你在搞什么名堂？司令官不是要找诱饵吗？我给你找到了一个天大的诱饵。将军阁下，尽管我们同为轴心国的盟友，可我还是对贵军在重庆的狂轰滥炸持有异议。我看过报道，听说20辆卡车用了2天1夜才把受难者的尸体运完，也就是说，你们至少杀了2000多个平民。是很不幸。这太离谱了！我必须给您提个醒。以我在重庆的观察，如果你们再这样实行轰炸，除了散布仇恨，不会有别的结果。大使先生，您激动了。您应该知道，我对重庆的轰炸，完全是依据你们意大利人的制空理论，贵国的杜辉将军首创的空军理论。如果错了，也是你们意大利人先错了。啊，我们还是不谈这个。我好奇地问一句，大使先生，在重庆，你见过中国的委员长吗？当然见过。也就是说，你去过黄山官邸？我去过2次。太好了。劳驾大使先生，指示一下黄山官邸在图片上的位置。什么意思？我只是想知道，哪是云秀楼，哪是他的会客厅、卧室、会议室，以及房屋的外部特征和颜色。这不是我的义务。看来，大
大使还是一位软心肠的人啊。如果大使先生真的怜悯那些重庆市民的话，唯一的方式就是立刻使这部巨大的军事机器停顿下来。而关闭这台机器的唯一办法，就是要找到它的总开关。大使先生，我们同为轴心国的盟友，贵国的利益，也就是我们的利益。其实贵国在塞尔维亚，在北非，并不比我们日本人更仁慈。和你们一样，目前日本和美英的关系急剧恶化，这也是你们意大利人最希望看到的。你们希望我们日本在亚洲有所作为，而我们日本要想在亚洲取得更大的优势，就必须从中国战场上解脱出来。您告诉我，要想从中国腾出手来，除了这个方式，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？好吧，把你那该死的航空图片拿过来。但是我只和你谈地理学，别的我一概不参与。有戏！情况怎么样？汉口的情报中心要求7号台收集报告明日重庆上空的精准气象情报。这数据多了好几个呀！日本人是要提高轰炸的特殊精度，他们一定是看上了某一个特殊目标了。是吗？都是搞飞行的，一看就明白了。要不，你试着发一个电文，试探一下他们到底看中的目标是什么。好的。对方回电，是海军长官需要。没了。没了。你们看，这儿就是黄山官邸，这是会议室，掩蔽在一片树林中。它的屋顶是绿色的琉璃网。会议室分地上、地下2层。为了确保攻击效果，我们决定使用3枚特种炸弹，穿透它的水泥板。炸弹从最底层向上爆炸。如果第1架飞机没有击中目标，还有第2架、第3架。整个的攻击时间不得超过3分钟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可以击中目标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明天我将亲自登上带队长机，和你们一同前往。好。
是1式轰炸机。是的。你将坐在领航员的位置上。不，是轰炸员的位置上。我将亲自把那枚800公斤重的航弹投下去。孙川军，你还是有一颗年轻人的心。除了我的右臂，我身体各个部位的零件都是值得信赖的。将军，祝你好运。今天的天气不错。对于支那的委员长来说，今天的确是他适合开会的日子。很好。发现敌机1匹，97重爆，航向东南，坐标4271，一过涪陵，直奔重庆市区。报告，12架1式轰炸机单独方向由西北方向飞来，已飞行1小时55分。有没有观察到陌生的新型战机？13架陌生高速小型飞机已在涪陵中途加入护航。报告，刘长岭总队长，请示我驱逐机群，拦截空域。来者不善呐，还是老办法，所有驱逐机立即起飞升空，往成都方向疏散转移，不得激活。明白。前战报告，未发现支那空间，能见度良好。孙团长报案。预祝您成功。记住了，长官，记住了。2号机、3号机接着干，一定要知道最佳敌手。我要让整个支那历史从今天断成2截。报告，讲，11架1式轰炸机刚刚在城郊进行了轰炸，黄山官邸重弹着。马上给我接黄山官邸。信号中断。马上通知内务3团，让他们迅速赶往官邸救护。是，等等。把应急分队给我派上去，要快！是。喂，我是高云天。好，长官，官邸受到敌机的轰炸，还不知道委座的情况怎么样呢？军事会议，我现在马上赶往现场，有任何情况我再向您汇报。
略精神。将军，只要攻击日本的侵略精神，就事他先要又出来了。具备我们的是的，立国精神。可以断定，我是抵抗，是他本人的声音吗？为求三民主义实现，是在孙中山纪念会上的现场讲话。故不在武器军备，而在坚毅不屈之国命精神与坚韧不拔之民族意识。喂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就差一点点，一点点呐。不过，我可以断定，支那空军再无退路。假如他们还有一点点的羞耻心，就一定会和我决战，而这也正是我们盼望已久的。防空司令部近来的工作令人欣慰。我欣慰地看到，在你们的组织下，全市的市民都成为战士。战争已经不只是军队的事情，而是每一个人的事。士兵和平民之间不再有距离，所有的人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力量，救护、保卫、维持、坚守我们这座城市。重庆已经成了中国名副其实、坚不可摧的抗战堡垒。为了寻名择实，在法理上确认重庆的位置，当然了，也为了回应法西斯的疯狂，委座于昨日，左政府明确颁发了命令，定重庆为陪都。这是整个城市的荣幸，我们将誓死保卫它，与它共存亡。莫将军，这里面也有空军的一份汗水和心情，对不对？夫人，空军自知差距，理当支持而后勇。好，非常好。空军能够有这个认识，就很好。毛兄，毛兄，老哥，我是真的扛不住了，这上上下下所有的问题都压在我这儿，所以我是万般无奈，只好把您二位从昆明给请来了，帮着合计合计，看看我们该怎样去应付。毛兄啊，不要着急，当年96建战现身淞沪战场的时候，最初我们是吃了点亏，可后来呢，我们不照样破解它了吗？上校，你说呢？我得看到它，否则我无法进行判断。你们有新飞机的图像吗？我们也只是在地面上观察到。至于飞机的型号、性能，我们全然不知。哦，我明白了。现在你们的情况是望风而逃啊，完全为敌人的名声所惧。成本太低，盲目的投入，怕血本无归。毛兄啊，看现在的形势，我们躲是躲不过去了。问题是，怎么个打法？武汉几次大空战，我们对付优势机群的办法是大机群、多层次、多空域的机动式编队，不照样打得96建战灰头土脸的吗？我想过了，要打，我们就采用武汉的空战办法，集中起力量来打，把我们重庆的4大队移防到我们成都的绥宁机场，加入我们绥宁机场的驱逐机机群，请我们全中国的战斗机
来共同对付不知名的新式日机。上校，你以为呢？以数量对质量，也只是相对数量的多。如果和日军飞机的总数来比，我们还不及他的一个连队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我得看到它，而且必须要亲眼看到它。我必须搞清楚这些飞机到底是哪一个技术级别的才行。你会看到的。不过我主意已定，既然我们的空战不可避免，那么我认为早准备总比晚准备的要好。哎，我说弟兄们，忙着呢。邵主任，又给咱送东西来了。对对对，国难期间东西太难搞了啊！我从格勒山弄了点西瓜，待会儿你们尝一尝。哎，你们这是？哎呀，吃不上你的西瓜了。是啊，马上我们就去成都绥宁机场，要打仗了。这回我们不是草警报，是真的。你邵主任跟我们玩藏猫猫，早不送来，这要早了你送来了。哎，不是，快，赶紧的，切几个大个给他们。哎，别，快点，那玩意儿利尿，在天上我们可找不着地方上厕所。哎呀，没事，先尝一尝，挑几个大个的，杀人的啊。那不客气了啊，谢谢啊。哎，长岭，真打呀？不真打还假打？再不打人心都散了。哎，刘爷，我是个外行，但是我跟随咱们空军打仗这么多年了，多少也看出点门道来。我觉得这回敌机来势有点不对，一个是数量比以前多很多，再一个他们就是有一种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平静和从容，不像以前似的匆匆的投弹，匆匆的撤退。他们现在更像老鹰一样在空中盘旋，锁定目标之后再投弹，比以前精准很多。是不是其中有什么玄机呀？我记得古人忘了是孟子还是孔子曾经说过，身怀利器，杀心顿起，肯定是有利器，要不然不会这么短的时间内心态有如此大的变化啊！你越怕他，他心态越好。狭路相逢，掉头就走，这不是咱当兵干的事儿。武器不如人家，再没个精神，咱就不配在这生存。我就提醒你们，哥几个注意点。哎，孟子曾经说，行，开战前你别絮叨。哎，对了，有个事儿你帮我办一下。新兰的父母啊，在成都，本来他说呢，让我过去看看两个老人。东西我都买好了，放在兵站了。现在我也没法去了。这是地址，你帮我去看看两个老人。放心吧。兄弟，走了！哎，走嘞！光辉年万祥，就打着枪啊，别上去以后出毛病。谢谢司令啊，查长啊！高主任，谢谢你的西瓜啊！西瓜真甜。哎，好。今天《大公报》的社论有点意思啊，我们在割稻子。割稻子。高大佐，敌人的情报中心不是在收集重庆的士气民心吗？我想这篇社论可以转给敌人。你来听听。我们曾问一个市民：“下雨好吗？”他连连回答：“要不得，要不得。”我们在割稻子。重庆市民的想法是，宁可自己忍受防空洞里的避难生活，也不希望老天爷下雨，因为下雨虽然能阻止敌人的来袭，而田中的待割之道却不免因霉湿而发芽。有点意思。让无聊的敌机来肆扰吧，我们还是在割稻子，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一等大事。老百姓
这么形容呢是可以理解的。这飞行员就不会用无聊来形容飞机了。你知道飞行员对待飞机的情感有多深呢？起码我不会，我想长林也不会。我想也是。继续监视7号台，我想看看敌人下个目标会是什么。好的，一会儿就是7号台的发报时间，那我先过去了。哎，等等，把报纸给我。啊。割刀子。临战队。请帮我接空勤值班室，找刘长岭。起飞了。孙传觉，你觉得支那空军会和我们决战吗？13号，又是星期五。按照美国人的习惯，这将是一个黑色的日子，是个凶险的日子。凶险不可怕，敌我双方过的都是同一天，关键是要看上天站在哪一方。是啊，天气不错，心情也好，是个打大仗的好日子。按时起飞，报告，注意观察。情报台通报，8点10分，18架日机由武昌起飞，向西。报告，情报台又报，须有11架、27架先后2批从汉口起飞。我绥宁大集群准备的如何？已编成4个组群，共计34架驱逐机。总队长刘长岭正在绥宁待命，让他们开机待命。各领队注意无线电指挥。是。我是重庆指挥所，马上给我接通绥宁。什么？好，知道了。报告，司令官，重庆至绥宁的电话打不通，估计有汉奸破坏，您的命令无法传达。关键时刻，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？报告，已经在余则关附近发现8架日机。什么迹象？情报台说暂时无法识别。都干什么吃？司令官，一架刚修好的E-15正飞往绥宁，重庆机场已经让他传达您的口头命令。这就好。不了解情况，切记不可瞎动乱撞。通知绥宁，让他们开车待命。是。来，你们过来。现在在绥宁。
报上说的那种？一定是他。这些不是轰炸机，而是彻头彻尾的战斗机。机腹下不仅有炸弹，还有副油箱。根据我的观察，发动机功率在1200以上。机翼上不仅有机枪，还有2门机关炮。又来了，是轰炸机。真是见鬼！真是见鬼！胡少校，你赶快通知毛将军，叫你们的空军千万不要轻举妄动。双方的飞机根本不是一个技术级别的。是。是吗？看来这个老江湖，他也犹豫了。上校建议我大机局应该避开这批新型日舰。报告，重庆来电，我绥宁大机群已于10点45分起飞，正朝重庆飞来。谁命令他起飞的？我派往通知的飞机到达绥宁时，大机群已经起飞，是成都地区司令官下令起飞的。蛋，改成他们心疼啊！报告，敌轰炸机群在我市进行了3轮精确的轰炸，地面损失惨重。如此看来，今天是非决战不可了。天意。报告，司令官阁下，领战队报告，他们在重庆上空未遭遇支那空军。还是按预先设计，领战队做出与轰炸机同时返航的姿态，在预定的空域待机。重庆上空只保留侦察机监视，如果发现情况，立刻呼唤领战队杀回。是。又给撞上，可情报上明明说支那人在绥宁集中了所有的驱逐机编队。再等一等，好事多磨啊！毛兄，毛兄，情况怎么样？我驱逐机群已抵达重庆上空，阴差阳错，未与敌军发生遭遇。未遭遇？未遭遇也好，让他们立即返航绥宁，根本就不是一个技术级别。上校也是这个意思，对吗？我已经亲眼看见了，这是一种新型战斗机，速度、爬升能力、火力都远远超过了我们现在拥有的苏制飞机。恕我直言，同这样的日军飞机作战，我习惯的战法已经不再适用。那立即返航绥宁。